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习近平颠覆每小时10000美元的中国专家的秘密世界。彭博社，中国对专家网络的打击及与其业内部人士和前政府官员的私人对话，每小时花费超过10000美元，正在给金融界带来冲击波。这场以在上海和纽约设有办事处的行业巨头 Capvision 为中心的反间谍活动，再次引发了中国观察人士的担忧，即习近平对安全的执着和对资讯的严格控制将破坏他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努力。这对投资者对中国信心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今年前3个月，外国直接投资跌幅为6年多来最大，而该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则稳步外流。Capvision 是中国最著名的网络，拥有超过45万名自由顾问，价格从每小时71英镑98美元到10000美元不等。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拥有2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一些全球顶级咨询公司、私募股权基金和银行。对 Capvision 的指控是在当局询问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公司 Bain & Company 中国办事处工作人员几周后提出的。官员们还突击搜查了总部位于纽约的尽职调查公司明茨集团 Mintz Group 在北京的办公室，并拘留了5名中国员工。银行在习近平的新中国咆哮。彭博社的这篇评论文章称，中国的银行将蓬勃发展，摆脱对该国金融业的资本市场发展预测。习近平行长对制造业升级的政策转向已经将重点从金融渠道转移，效率低下的国有银行正在成为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最佳人选。银行可以采取长期的眼光。虽然风险投资在工业领域的持股有所增加，但风险资本家愿意开出的支票在中国要少得多。公司债务市场进一步表明，人们不愿意为制造业企业提供资金，制造业被认为是资本密集型行业，银行更有能力提供服务。欧盟和美国讨论调整投资控制，着眼于中国。彭博社，欧盟和美国将加强合作，以降低在中国等国家投资敏感技术的风险，因为他们正在开发应对日益恶劣的经济环境的新工具。据报道，欧盟执行机构希望在下个月为欧盟提出经济安全战略，而欧盟委员会沃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最近概述了降低风险但不与中国脱钩的愿景，使欧洲更接近华盛顿更鹰派的立场。两国还在绘制受益于政府拥有或政府控制的投资基金的第三国企业网络，以及这些基金造成的扭曲。以下是拜登总统的债务上限选项排名。华盛顿邮报评论版。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美国正处于违约的边缘，拜登总统没有好的选择。文章概述了6种选择，其中最好的是双方之间的交易。总统可以提议冻结可自由支配的支出2年，以换取将债务上限提高到2024年，这将使他和民主党在下届总统大选之前得到喘息的机会。最糟糕的选择是违约，这将导致恐慌和痛苦以及许多未知的后果，有衰退甚至金融世界末日的警告。文章指出，创造1万亿美元或2万亿美元的铂金币或援引第14修正案都是可怕的想法，可能是违宪的。如果情况持续下去，预计美国财政部将明智地使用其融资方案。这意味着优先考虑债务利息支付，其次是国内账单，如社会保障支票。新移民是安大略省房地产投资背后的驱动力。多伦多星报。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研究，2020年安大略省住房市场只有 0.5% 的投资者居住在省外。这些投资者中的大多数年龄在55岁以上，收入不到11万美元。在进行研究的5个省份中，移民人数不成比例。然而，移民的年平均收入较低，为8万加元，而加拿大出生的投资者为10万加元。数据显示，住房投资的增加是由新移民推动的，并强调了建造新房的重要性。城市化总裁肖恩·希尔德·布兰德说：“如果美国债务违约，世界经济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加拿大 CBC 穆迪分析师表示，美国联邦债务违约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冲击波，并可能引发全球危机。即使债务上限仅突破1周，也会减少约150万个工作岗位。信用评级机构发现，如果政府违约持续到夏季，美国经济增长将下滑，借贷利率将上升，而失业率将从 3.4% 飙升至 8%。
股市下跌将抹去10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违约将打破大部分24万亿美元的国债市场，并导致金融市场冻结，对全球增长造成重大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警告说，如果立法者未能提高或暂停限制，政府最早可能在6月1日违约。亚洲纽西兰联储将加息，美国违约接近。路透社，纽西兰将把太平洋市场的利率提高到 5.5%， 重点是上周刺激预算后利率是否会高于预期。美国史无前例违约的可能性迫在眉睫，导致全球市场不稳定和投资者情绪下降。有鉴于此，美国和全球经济指标出人意料的强劲。最后，随着华盛顿和中国贸易关系似乎正在恶化，随着晶圆和网络安全领域的针锋相对的禁令升级 ，CXMT 被列入贸易黑名单，人们的担忧迫在眉睫。市场能否应对债务上限？彭博观点，据彭博社报道，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周内出现债务违约，面对增加美国自我强加的借款限额的反感，美国国债市场可能会受到干扰。投资银行客户变得越来越紧张，并要求银行考虑美国联邦政府耗尽现金和无法支付国债到期款项的可能性。国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虽然这种情况并不新鲜，但由于市场在2011年债务限额危机期间经历了类似的担忧，但美国国债市场实践小组警告说，如果由于违约而延迟或错过付款，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该集团担心后台问题可能导致流动性和市场运作中断。为其他金融机构托管国债的公司倾向于为这些证券预付预定的付款，并且可能需要应对财政部错过的延迟付款，从而导致系统出现连锁问题。还有抵押品问题。短期美国国库券是美国市场抵押融资的基石，但如果财政部未能维持票据支付，这些票据将变得毫无价值。出于某些目的，垃圾债券、低价股、私人公司股票、赛马的部分拥有权都是被归类为抵押品的资产。相比之下，定制的抵押品需要更专业的贷款人。该报告的作者认为，如果美国债务违约发生，这将导致美国国债变得更加有价值。最安全的资产仍然是国债，政府债务违约会导致人们转向最安全的资产，这增加了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和曲线变陡的可能性。根据摩根大通利率策略师的问答环节。然而，来自初创公司的国债和垃圾债券将不会继续用作抵押品，预计将贬值。三星面临首次罢工的威胁。金融时报，三星电子的工会成员对该公司只提供 4% 的加薪感到愤怒。他们威胁说，除非他们获得 6% 的加薪，接近通货膨胀率，否则公司的第一次罢工。三星在其晶圆部门遭受了34亿美元的损失。由于经济前景和中美技术竞争，它不得不削减。对于三星来说，其对有组织的劳工的传统立场是侵略性的，这是一个新的方向，缺乏经验被视为公司试图应对工会要求的挑战。与此同时，韩国保守派总统尹书烈 Yoon Suk Yeol 对工会进行了更广泛的镇压。尽管三星近年来一直在寻求重新调整与工人的关系，软银的长期债务评级被标准普尔全球进一步下调至垃圾级。金融时报，标普全球已将软银的长期信用评级下调至双 B， 并警告称，在出售阿里巴巴的大量股份后，该日本集团的投资组合具有更高的资产风险。此前，软银以科技股为主的愿景基金 Vision Funds 的年度投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390亿美元。出售其资产使软银的现金头寸在过去1年中从 2.3 万亿日元166亿美元增加到 5.1 万亿日元。然而，标准普尔警告称，该集团基金业务中投资于非上市股票的比例已增加到近 40%， 使其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